欢迎来到辟谣吧。这期我们汇总了6个近期比较火的谣言。黑在美国7年能拿绿卡。上周末，不少流量公众号都在说，众议院要通过新法案，在美国黑上7年就能拿绿卡，从而激发了广大还处在排期中、苦苦等待绿卡的新移民的愤慨。经核查，这个新提案将要更新移民和国籍法中被称为登记的第249条。该条例赋予国土安全部部长自由裁量权。如果某些人自某个日期以来一直在该国并符合其他要求，可以为他们登记为合法的永久居民身份。该条例最后一次修改是1986年，要求申请人在美国连续居住50年方可入籍。新提案要求更新合规的截止日期，让在美国待够7年的移民有资格申请绿卡。但是，目前该修改仅仅是一个提案，从提案到成为法律，还要经过许多立法程序。提交法案以后，议会会把议案交给专门的委员会，在那里进行研究、辩论、听证和修改。在委员会完成了议案工作之后，向议会报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或者众议院法规委员会需要计划公开辩论的时间，或者由小组委员会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在参众两院辩论很多轮，获得足够的支持票数方能通过。参众两院都通过以后，还要总统签署才可正式成为法律。从提案拿到众议院表决还不知道何年何月，就算众议院通过，在参议院民主党也没有绝对优势，不见得能够通过得了。其次，住满7年仅是条件之一，还有其他要求，比如无犯罪记录等。而且每个申请都是主院审批的，能获批的人数及排期多长均不可知。因此，所谓的黑在美国7年就能立即拿绿卡是不实信息。印第安纳商场枪击案说明了，阻止持枪坏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好人持枪。7月中旬，印第安纳州一家商场发生枪击案，在警察到来前，凶手被旁观者持枪击毙。随后，美国步枪协会发推称，此事说明阻止持枪坏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好人持枪。类似言论也出现在中文社交网络。经核查，《纽约时报》提供的数据显示，在433起枪击案中，仅有22起是武装的旁观者射杀凶手，而其中的10起，这个旁观者是一名保安或休班警察。因此，这个好人是非执法部门成员的武装人员的概率仅为2.7%，可以说，好人持枪阻止持枪坏人的比率仅为5%或更低。而且，在现场有1个以上的非执法部门成员的武装人员，会造成混乱并带来可怕的风险。比如在2021年，科罗拉多州阿瓦达市的一名武装旁观者开枪打死了一名袭击者，但他自己也被警察开枪打死，因为警察误以为他是枪手。因此，阻止持枪坏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好人持枪是没有数据支持，不符合事实的。白宫发言人说，反对平权法案的亚裔家长极端。平权法案一直是在美华人特别关心的话题。不久前，有推特账号称，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反对大学招生中种族配额的亚裔家长是极端和超冒告的。经核查，该推文故意张冠李戴。事情发生在一个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有记者问，因为普遍认为已经被实践了很久的大学招生 AA， 有可能在今年秋天哈佛招生歧视案的高院重审中被推翻。目前很多法律机构、组织都在为维持 AA 而努力，比如提交法庭之友文件。请问白宫方面有做什么准备工作？皮埃尔的回答全文如下。皮埃尔提到的极端只有2种，第一是高院推翻代表历史进步的里程碑判案的大法官，第二种是可以称为超冒犯的某些共和党人。因此，所谓皮埃尔说亚裔家长极端是无中生有，故意拉仇恨。拜登公开讲话照读提词器，这次穿帮了。拜登总统在7月8日宣布签署升职权力行政命令的讲话中，引用了最高法院关于终止宪法规定的堕胎权的多数意见。而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通过误导性编辑对其进行了歪曲性解释的视频，说拜登按照提词器发表讲话，把提词器上面的提示语也念了出来，暗示拜登老年痴呆。经核查，这是拜登为了强调有意为之。白宫新闻秘书澄清说，拜登是故意说结束引用，然后说再说一遍，以示强调。现场的演讲完整视频支持了这一点。中文媒体对拜登年老体衰、精神痴呆的各种恶意攻击从拜登参选总统时就开始了，每次都被证实是毫无证据的。
川普为了让班农说出真相，放弃行政特权。川普于7月9日致函史蒂夫·班农，信中称自己曾动用行政特权，现在将为班农放弃行政特权，让班农得以作证。在川普发出致班农的信件后，歌颂川普此举伟大、光明磊落的声音出现在中文媒体。经核查，川普的律师已向 FBI 证实，川普从未援引行政特权。其次，行政特权的原则基础是，总统可以隐瞒与他的高级助手的沟通。但在班农于2021年接到传票时，川普已不再是总统，班农也不再有白宫官职，行政特权根本无法被应用到这个事件中。川普致函班农表示放弃行政特权，是一场出于法律考量的作秀。6. 美国的堕胎法比欧洲的更宽松。6月底，最高法院推翻宪法保障的堕胎权后，许多人将欧洲的堕胎法拿来跟美国的比较。有人声称，欧洲42个国家中的39个国家的堕胎法比美国最保守的州更严格。首先，尽管许多欧洲国家有与密西西比州类似的书面的妊娠期限制，但在初始限制后生效的例外情况意味着，如果欧洲的女性愿意，她们仍然可以在妊娠期限制之后进行堕胎。其次，美国许多州为规避罗伊案制定反堕胎立法，使女性在妊娠期前3个月堕胎的官僚主义障碍远远大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经核查称，美国的堕胎法比欧洲的更宽松，是指关注妊娠期限制，而忽略了欧洲堕胎法律中的许多例外情况，以及欧洲的医疗健康状况。这种说法是以偏概全的。完整的核查文章已在辟谣吧网站上发布。感谢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辟谣吧频道和同名网站，我们下期见。